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2季前情提要：上一季斯纳特故意放走了天启巫师马丁，自己在不久后也为了妹妹进了监狱，而马丁也正是杀死佩蒂父亲的凶手。艾瑞斯找到了白蕊，把压抑在心里许久的秘密告诉了他，自己有个从未见面的弟弟沃利，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儿告诉乔。他们的母亲走后，沃利最后的家人只剩下乔和艾瑞斯。最近反常的人不止一个，威尔斯遭到了祖母的威胁，他似乎因为某一个抉择而左右不定。到了1年1度的圣诞节，大家都在为了庆祝新年做准备。当晚，马丁卷血重来，凭借着一手顶级的天气操控技能，先后救走了监狱里的斯纳特跟魔术师。斯纳特却是一脸的不情愿，马丁救助他们当然是为了干掉闪电侠。就论斯纳特和白瑞不一般的关系，他当然不会和这2个人为伍。监狱被劫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警局，根据目击证人确定，犯人就是马丁。乔为了让白瑞有所准备，把佩蒂父亲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这件事儿佩蒂从未提起过，这次也一样不打算告诉白瑞。回到实验室，开始着手计划着怎么解决马丁。希斯科灵光一现，准备打造一个克制马丁的法杖。曾在马丁用海浪席卷都市的时候，白瑞穿越过一次时空，抹除时间线之前，希斯科就曾发明过一个这样的法杖。时间穿越这事儿，不管是哪个地球的威尔斯都极度排斥。另一边，艾瑞斯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告诉乔真相。得知自己有一个儿子，还是病危的前妻曾经离开他们父女后产下的，巨大的信息压垮了乔，他只想静静。白瑞安慰艾瑞斯，称乔一定会想开的。转过头发现斯纳特坐在椅子上喝着阿姨的卡布奇诺，他过来是提醒白瑞，马丁和魔术师密谋着要弄你，就当这个警告是送给白瑞的圣诞礼物吧。此时乔满心愧疚，他虽然痛恨前妻的抛弃，但儿子沃利是无辜的，从小就没有父亲的陪伴。乔一直希望把父亲留给自己的手表亲手送给自己的儿子。就在这时，魔术师在电视上公然挑衅闪电侠。自打Zoom羞辱了闪电侠之后，这些罪犯变得有些膨胀。通过视频中魔术师的瞳孔，他们追踪到了一家废弃玩具厂。佩蒂却比闪电侠先一步赶到了现场，但这也只是个圈套罢了。魔术师释放了数不清的陀螺炸弹，闪电侠灵光一现，让佩蒂抱紧自己，开始反向乌拉乌拉龙卷风。2个人一飞冲天，窜出了工厂。又一次的失败让佩蒂压抑的内心彻底爆发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闪电侠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就是他不愿意诉说秘密的男友。对抗马丁的法杖已经打造完成，魔术师却伪装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发放礼物。这100个盒子里装的全部都是炸弹。Zoom 通过传送门，他给威尔斯最后1天时间决定，否则 Zoom 就会杀掉威尔斯的朋友们。马丁和魔术师的局已经安排到位，白瑞带着法杖赶了过去。不过学会飞行的人不止白瑞，白瑞一路追着马丁来到了广场中央。魔术师已经随机派送了100个炸弹到100个家庭里，要是闪电侠不听话的话，这100个家庭就会原地爆炸。为了孩子们，白瑞交出了法杖，用自己的身躯硬扛着马丁的蹂躏。而另一边的威尔斯想到一个主意，只要找到其中1个炸弹，将其丢进传送门里，就能依靠磁力把所有炸弹全部带出来。威尔斯立马抢走了一个礼物，依靠无人机把炸弹扔到了400米高处的传送门。计划很快奏效，100个炸弹被陆续吸进了传送门。此时白瑞还在被马丁2人欺负，魔术师掏出刀子准备杀掉闪电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希斯科和威尔斯传来了炸弹销毁成功的消息。白瑞1秒钟制服了2个人，佩蒂很快赶到了现场，见面就用抑制器控制了闪电侠，掏出枪就准备崩了马丁。见势不妙的闪电侠赶快嘴遁，扣下扳机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余生。这样的复仇，佩蒂的父亲一定不愿意看到的。佩蒂最终收起了枪，逮捕了马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乔也想通了，沃利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他最需要的就是原谅前妻的恩怨，把缺少的父爱还给儿子沃利。在此之前，他决定把手表留给白瑞，毕竟乔早就把白瑞当成了自己的儿子。带上了满是爱的礼物，白瑞也准备放下心里的恩怨。他隔着玻璃对着威尔斯说出了那些没有对逆闪电说出的话。不论如何，他放弃了，他原谅了逆闪。大家都在乔的家里过起了圣诞节，佩蒂如释重负，不会再对白瑞有任何隐瞒。此时敲门声响起，来者正是乔的儿子沃利·维斯特。另一边，威尔斯秘密会见了 Zoom。 威尔斯深知 Zoom 派人杀白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白瑞变得更强，他也知道 Zoom 的目的是白瑞体内的神速力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摇摆不定，直到 Zoom 让他看见了杰西，女儿胜过了一切。威尔斯决定暗中帮助 Zoom 偷取白瑞的速度。白瑞这会儿正忙着和佩蒂约会，突然 Zoom 抓走了佩蒂，带到了楼顶之上，他想要夺取白瑞的一切。说完就松了手，惊醒后才发现是一场梦，但这梦似乎在告诉白瑞不要告诉佩蒂自己的身份。而乔带着儿子沃利四处观摩，想要让他尽快融入生活。但这沃利并不是什么乖孩子，甚至对白瑞充满了敌意，就好像是白瑞夺走了他应有的生活一样。威尔斯这边还在想着办法偷走白瑞的速度，恰好希斯科有一个办法能够对抗Zoom偷走他的速度。
这就像送上门的福利。有着这样一个变种人，外号乌龟人，他的能力是让身边的事物变得极度缓慢，只要抓住他，就能让 Zoom 感受一下什么叫龟速。白瑞快速浏览了最近的犯罪报告，发现了乌龟喜欢抢走极度昂贵的物件。恰好警局正在进行记者招待会，乌龟赶到现场放慢了速度，果不其然，白瑞和乌龟一样慢，当着闪电侠的面，光靠走路就抢走了价值不菲的珠宝。神速力让白瑞能在龟速中行驶，这也是白瑞最后的希望。结合凯瑟琳走得越来越近，一种似恋人似朋友的关系。希斯科发现晚上会有一场晚宴，专门展示一幅画。白瑞约上佩蒂晚上一起去参加晚宴，既能约会又能阻止乌龟。白瑞还准备趁机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佩蒂。突然威尔斯拦住了他，让他不要说出去。佩蒂知道的越少，Zoom的威胁就越小。宴会上两个人很开心，乌龟果然出现在了宴会。白瑞随便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佩蒂。乌龟利用超能力抢走了名画，还利用佩蒂的生命安全拖延了闪电侠。第二次交手又失败了。白瑞三番五次的突然消失，让佩蒂失望又无奈。白瑞登门来道歉，只要说出自己是闪电侠，一切就能说通了。但白瑞还是选择用其他的谎言来圆之前的谎言。佩蒂想要分开一段时间，让双方冷静一下。另外一边，沃利的叛逆早被乔发现。沃利违法飙车，不顾生命享受速度。这个当爹的打算管一管他，可沃利听不进任何劝说。沃利飙车就是为了赚钱，给妈妈付医药费，他不接受乔的任何帮助。经过宴会上闪电侠的举动，乌龟发现佩蒂对其极为重要，当晚就绑架了佩蒂。白瑞过来搜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佩蒂被绑架了。乌龟把佩蒂带到了自己的藏身处，并把自己看到的一切细节说了出来。一个让闪电侠奋不顾身去救的女孩，一定对闪电侠有着特别的意义。乌龟的妻子已经死了，更可怕的是他放慢了妻子腐烂的速度。乌龟抢了很多值钱的东西，因此他需要一个很大的仓库才能存放。希斯科检查到他的前妻曾是图书馆的保管员，加速器爆炸后图书馆就倒闭了。白瑞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，想要救回佩蒂，就得在乌龟缓速的时间差里全速冲刺。第一次尝试失败了，白瑞选择从几公里外全力加速。这次即使被缓速，白瑞也跑出了普通人的速度，一击打败了乌龟，救走了佩蒂。这次乌龟成为了收藏，被关进了超能监狱。在那场宴会结束后，凯瑟琳提取了杰酒杯上的 DNA， 数据显示杰患上了重病，无药能治，唯有获得神速力。另一边，白瑞终于下定决心告诉佩蒂自己就是闪电侠，可这话还没说完，就得知了佩蒂即将离开的消息。他被知名警校录取，解开了心结，解决了马丁，也正是他准备离开的时候。深夜，威尔斯偷偷干掉乌龟，拿走了 DNA， 这将是他偷走白瑞速度的第一步。而另外一边，逆闪电斯旺再次穿越回了这个时空，不过这次他来的好像早了点。白天闪电侠照常打击罪犯，失控的化学卡车横冲直撞，掏出一个扳手。几秒钟过后，柱子哥被白瑞拆得七零八落。乌龟死掉的消息很快人人皆知，白瑞的一举一动都被斯旺暗中观察。这下他掌握了闪电侠所在的时间线，杰确定乌龟的死和威尔斯脱不了干系，打败Zoom的机会又一次从手里流失。白瑞只好继续回警局工作，疯狂的工作和不停的打击罪犯，才能让他不去想佩蒂。另一边，威尔斯好像发现了希斯科震波的触发条件，他换上了逆闪的衣服，希斯科被他吓得肾上腺素激增，这就是他震波的前提。这次他看到了回归的逆闪电就在这座城市。在事发之前，白瑞提前赶了过来，看到斯旺的时候，白瑞也傻了，一分神，斯旺就抓走了蒂娜博士。这次斯旺知道了闪电侠的历史，准备提前从时间线上抹去闪电侠。威尔斯给所有人解释了斯旺的出现，艾迪抹除了15年前穿越过来杀死白瑞母亲的斯旺，可现在这个斯旺还没有穿越，这是他第一次穿越到了白瑞的时间线。但白瑞的母亲死亡已成事实，即使干掉现在的斯旺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，面前这个斯旺也就是时间残留。斯旺抓走蒂娜博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打造时光机。实验室对斯旺的位置一无所获，佩蒂再次找到了白瑞，白瑞直接选择摊牌，为了不伤害佩蒂只能分手。威尔斯帮希斯科改装了护目镜，不能每次都让希斯科受到冲击才可以震波，护目镜增加了一个可以刺激希斯科大脑的仪器，这样希斯科就可以自由控制震波。戴上眼镜，希斯科看到了各种场景，在其中一个找到了斯旺的存在，他看到了斯旺在时光机完成后杀死了蒂娜。威尔斯赶忙搜索了全城的仪器，没有找到时光机。希斯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当时的场景是9点52分，可现在才6点，这意味着希斯科看到了未来，他们还有3个多小时解决斯旺。另一边，佩蒂已经开始怀疑白瑞就是闪电侠了，每次失踪之后闪电侠就会出现，很多案子的细节不在场的白瑞是不可能知晓的，除非他就是闪电侠，他才能看到细节。希斯科继续追查着斯旺的线索，凯瑟琳突然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为什么在地球仪上从来没有见过杰的二重身？威尔斯有，其他罪犯也有，唯有杰的二重身根本不存在。此时希斯科检测到了光速粒子，正是斯旺的穿越机器。斯旺准备回手掏死蒂娜时，白瑞穿墙过来摧毁了机器。这时的白瑞已经成长了很多，曾经完虐他的逆闪电在这里却和白瑞不分伯仲。
他们的宿命对决终于结束了。抓回实验室之前，白瑞给了斯旺一套咏春拳。威尔斯警告白瑞，不要让斯旺知道太多事儿，包括你的身份，扰乱时间线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。佩蒂给了白瑞最后一个机会，只要承认自己是闪电侠，佩蒂就会留下来和他在一块儿。尽管是这样，白瑞还是没有承认。白瑞在黑暗里找斯旺谈心。总的来说，斯旺就是一个中二病晚期，他就是要成为闪电侠，成为闪电侠的一生之敌，而现在他却被关在了超能监狱。希斯科突然陷入了抽搐，他正在被时间线一点点抹除。逆闪被抓后，时间线开始错乱，希斯科遭到了时间的报应。威尔斯让白瑞赶快把斯旺送到未来，再晚一点，希斯科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刚刚打败了斯旺，却要亲手把他送回去。威尔斯把超能监狱里的斯旺放了出来，对眼前这个男人，斯旺充满了兴趣。威尔斯告诉白瑞，斯旺就是在这个时间知道了我，也知道了你，这也是他最终会伪装成威尔斯的原因。这是宿命，无法改变，依旧是老方法。白瑞负责给斯旺提供动能，靠速度撞出一个虫洞，把斯旺送回到了未来。希斯科也慢慢恢复了正常。第二天，杰带着凯瑟琳来到了公园，在他来到地球1的时候，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二重身，直到他发现了亨特·所罗门。亨特年幼丧母，辗转于不同家庭，最终成为了所罗门家族的孩子。佩蒂此时已经坐上了离开的列车，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列车上被歹徒劫持了。闪电侠一瞬间就跑到了列车上，这足以证明 Barry 就是闪电侠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Bye, Barry.